中国电磁脉冲武器击落了无人机，未来无人机领域会不会更加的容不下弱者？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根据英国的《每日邮报》报道中国前几段时间用了一种强大的电磁脉冲武器击落了一架无人机。英国媒体表示，这是中国在追赶美国过程中首次测试这种技术。当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是1500米，至于说离这个发射点的距离斜距多少没说。每日邮报还类比一下，说美国曾经在2019年也展示了一种电磁脉冲武器，叫做战术高功率微波作战反应器，一次性的就击落了50架无人机。当然这个50架应该是厂商做广告，因为击落50架类似像大疆这样的无人机和击落一架军用无人机难度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不同高度不同距离难度肯定都不同，而且不同的无人机抗干扰水平也完全不一样，它的电磁加固程度也完全不一样。至于这个电磁脉冲武器很多朋友平时都关注了，但是更多人会想到的是电磁脉冲弹头，而一说电磁脉冲弹头，更多的人也会想到的是核武器。当然电磁脉冲的武器价值确实是因为氢弹实验中发现这个能力的，但是我们现在说电磁脉冲武器，一般来讲已经不说核弹头了，因为核弹头的电磁脉冲转化能力比较低，而且核武器并不是那么随便用的，一旦用了事儿就大了。所以大家后来都开始使用常规炸药作为能量的电磁脉冲武器。当然杀伤半径跟核弹头没法比，但是用起来比较随心嘛，没那么多顾忌。另外美国、中国现在搞的这个电磁脉冲武器还不是爆炸式的，是定向能式的，就是通过这个地上的发射装置定向天线，把电磁脉冲高能量集中到一个发射方向上，只要照射到目标，通过目标的天线或者是导线或者是外露的电线、外壳的缝隙等等渠道，都能让电磁波能量进入目标内部，然后强大的电磁能量在目标内部可以形成异常的高电压或者大电流。现在很多电路元器件都很娇气，遇上大电流就马上烧毁了。这就类似谁家熊孩子把家里比较精密的电子设备放进微波炉或者是电磁炉加一下热，那么后果当然可以预见。所以中国、美国这几次实验不是通过电磁波干扰无人机通讯、导航和控制设备让无人机迫降，而是在天上直接烧毁。其实面对电磁脉冲弹也好，电磁定向能武器也好，要想进行防护，原理上倒不算太难，但是原理简单不等于实现就简单。理论上我们可以让设备在一个细密金属网编的笼子里边，笼子上面接上地线，那确实能够让电磁脉冲进不来。但是无人机在天上飞的时候，你不可能把无人机也关进一个法拉第笼子里面去，还接上地线吧？所以就要对无人机的机体、内部电路、天线等等部位进行电磁加固，要防止这些强电流突然产生烧毁设备。这就对无人机的设计和加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以前我们说某一个什么组织某个国家买个民用无人机改一改频率，就想避开电磁干扰，面对这种电磁脉冲武器，那就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以后可能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无论电磁脉冲武器还是有效的电磁加固手段，就像是装甲跟穿甲弹一样，在对抗性的共同发展。而这个高科技对抗发展过程又有可能把多数国家淘汰到一边，只有少数国家能在这个领域进行激烈竞争，而没有这个能力的话，用无人机作战就只能凭运气，最后就是几个科技强国形成技术垄断之后，能够主导战场、主导发展。而且不仅仅是无人机领域受到这样的影响，同样是高度依赖电子设备的各种什么制导武器导弹也会面临电磁脉冲武器的挑战。换句话说，当这种垄断、阻断形成之后，就变成了我是强国，我在你头顶上可以自由的去玩各种无人机，什么察打无人机、侦察无人机，而你的无人机、你的导弹想靠近我都极其困难，因为我可以用这种电磁脉冲把你的导弹和飞机毁在空中。所以强和弱的差距可能要进一步拉大。对于一些小国来讲，关键性的领域如果玩不转，那么后边可能一大片其他领域都会跟着玩不转。好，关于中国成功使用电磁脉冲武器击落无人机，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无人机战场上这竞争会变得更加残酷、更加激烈？今天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